玉，公子到了。不过，公子为何来此？旧年卜卦，知今日会在此地重逢一位故人，只是不知他还记不记得我。 谢雪晨，你把我留在这烤肉呢？我一定得找到人帮姐姐。姐姐，我找到了全天下最聪明的人来救你啦！在你眼中，恐怕全天下都是聪明人。 玲珑家，你识得此阵？玲珑家只困不杀，乃仁慈之阵。哼，仁慈。此阵以血不成，隐有金光，可见布阵之人修为深厚。若要杀人，何须用阵？若要布阵，何须用血？想来此人状况极糟。 只能以下策来对敌，姑娘怕是不简单啊！倒真是个聪明人。公子，你帮帮他吧。姐姐是个好人，是因为跟朋友吵架，所以才被困在这里的。你若帮他，我就把我的宝贝分给你一半。好啊，那敢问姑娘？ 你的朋友为何要将你困在这儿？我原与他有恩，冒着性命危险救他于水火。后来，我们一起对敌，共同进退，九死一生。可没想到，他竟因一点小小的误会就诬赖我伤人，对我下此毒手。公子不信啊？哪里？ 姑娘如此说，在下便如此信。那公子可愿指点二三？河洛阴阳成四象，玲珑八方困鬼神。看来他还真有点能耐。这玲珑家变幻莫测，接下来，姑娘需步步听我所言，方可出阵。 第一步，第二生火，出于朱雀。南火朱雀，此阵依河图洛书所成。看刚才的河图和星象，南应该是这边。第二生火，二。 第二出之，天七成之。二出七成，七应该在附近吧？第四生金，出于白虎。 西京白虎，第四出之，天九成之。此人也不知是何来历。若破阵之后，
他对我生疑。公子，还剩最后一步，姑娘，怕不是在想从何处对我下刀吧？是，我正准备给你脖子来一刀，这样你就不会受折磨了。我不想介入他人恩怨，也对打打杀杀不感兴趣。但是我既能解开这玲珑枷，便自然能再将你关回去。你怎么跟我那位朋友一样，一点玩笑也开不起啊？姑娘口中的朋友，可是雍雪城少城主谢雪晨。最后一步，24为肩，68为足，以5为中，玲珑枷破。姑娘可千万不要行差踏错。不对，以5为中，不是寻武，而是去实存武。实与武同为中，那应该在。你究竟是何人，竟能如此轻易地破阵？在下运秀山庄南虚月，敢问姑娘如何称呼？穆玄灵。是水木战清华？朝暮最相思。的马车外面看着寻常，没想到里面竟然这么宽敞。以阵法造空间，南庄主不愧是当世法阵第一人。都说当世天生识窍者有2，一是谢雪晨，2就是南庄主你。南庄主天资之强，能卜算过去未来。我娘亲也说过，说南公子是世界最聪明的人，还说世上所有的事都瞒不过你，对吗？那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。我早已失去了卜算之能，所以这世间的事，我知道的不比任何人多。那你是如何知道是谢雪晨将我困于玲珑家的？实不相瞒，这玲珑家是少年之时我与雪晨共创的，所以这世间除了我，便只有他一人会。你和谢雪晨是朋友？他这样清冷之人，居然能有朋友？哦，难道姑娘与雪晨不是朋友？那方才姑娘是，我和他自然是朋友。唉，谢雪晨遭逢大难，他虽对我不仁，我却不能弃他不顾。不如……明白，还是要解开朋友之间的小小误会，是吧？既如此，
姑娘便随我一同回运秀山庄吧，刚好雪晨也回去。你知道谢雪晨会去映秀山庄？以她现在的处境，应该也没得选吧？这倒不难猜，只看姑娘是否愿意同行。正有此意。那我也要去。你去什么去？你还是回家吧，别让你娘担心。可是阿宝还是该还恩的，而且阿宝想要找爹爷，就得学好本事。阿宝想跟着姐姐修炼吗？你也帮了我，什么恩不恩的就别提了。你要学本事，我也不会教啊。而且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，带不了你。姐姐，那男庄主，我能去你家做客吗？阿宝很乖的，不捣乱，不偷懒，只要给我一个小小的窝就行。没有小窝也没关系的，阿宝随便找个动静的睡，行吗？男庄主别看我，我可不是他什么人。他既问你，你决定就好。那就请阿宝做我的小客人，如何？好，谢谢男庄主。姐姐，姐姐，姐姐。其实，我曾卜过一卦，今日会在此重逢一位故人。我等了许久，差点以为就见不到了。那，你现在见到了吗？公子请慢用。哎，那就是运秀山庄的南虚月吗？我听说他天生10窍，却遭人暗算3窍尽毁，如今成了废人啊！是啊，真可怜。我见他日日枯坐怨冢，如此天才一朝沦落，怎么受得了啊？他父亲还到处求医呢，如今求到咱们庄主这里，也不知道咱们庄主能否接受混沌珠救他。你为什么一动不动，在这坐着？我再不能修道了，腿也断了，心情不好。可是我看你好像并没有很伤心，只是一个人很无聊。我来做你的朋友，好不好？我听人说，喜欢很宝贵。你把你的糖分一点点给我，我把我的一点点喜欢分给你，好不好？给你一个。谢谢。那么一大盘的糖果，却只换了这么一点点的喜欢，还真是个吝啬的小姑娘呢。
我来，别添乱。你回去吧，没你事儿。我说我来。我都说了我来了，没完没了是吧？啊！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们到底做了什么手脚？高修士本就有伤在身，不便走动，就在这儿说吧。在下去给高修士准备房间。哦，原来你刚才不走，是为了故意拖延时间，好让法阵成型。我到底哪儿暴露了？你一开口便错了。怎么可能？我到底哪儿错了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呢？就是啊。哎呀，告诉你，难道让你下次知道怎么改进啊？笨蛋！连你也这么说我？虚月。朕。符文为底，灵墨为图，善终自成一世界，想必是最好的戏台。可惜啊，我却不能入戏一关。这扇子能困他多久啊？困不了多久。到底哪儿错了？他还出来啊？是因为过不了多久，它就会融在这画里，成为画的一部分。也就是成为这画中死物。你果然是厉害啊！你们二人的默契，倒是令我有些妒忌。不过我也有些好奇，战影到底说错了什么？你说说看嘛。他现在还不想说，待他想说之时，一定会告诉你的。他居然抱他！啊，是啊。我也是多余帮他。男庄主，现在把战影放出来还来得及吗？倒也罪不至此，不至此。他们俩真的有婚约吗？据我所知，那只是仙盟的谣传而已。哦，高修士出身于明月山庄，是前任仙盟盟主高凤许之女，天资艺术不凡。早在很多年前，就有人提议，让明月山庄和雍雪城结为姻亲。这本是句玩笑话，可说的多了，听着倒也像是真的了。10年前，桑岐大军夜袭明月山庄，雪神恰巧在，是他救下了高修士，所以很多人会觉得，他们最终会走到一起。唉，这都10年了，还没走到一起呢。当年一役，明月山庄惨遭灭门，只有高修士一个幸存者。镜花宫公主素凝真是高修士母亲的同胞姐妹，便将其收为弟子，倾囊相授。
可也管教甚严。所以，是忙着修道，没工夫谈情说爱了。这就不得而知了。只是这些年，我旁观所见，觉得他们二人的关系并不像传闻般友好亲近。所以，战影一开口就关心谢雪晨，反而不对。反正我是从未听过高修士唤雪晨谢少宗主。不过，10年前，谢雪晨应该还未入法相境吧？他是如何在桑岐大军的屠杀下活命，还能救人的？穆姑娘好奇这个？传奇故事嘛，总是令人想要多了解了解。那我便不知道了。很多事，当事人不说，旁人自是无法知晓。我只知道，在那之后，他便上了问雪崖闭关，直到7年后，他在问雪崖顶一剑惊天地，入了法相巅峰，才下的山。连你也不知道。南公子，你捡的？是谢雪晨，他回去找过我。在下有一个很冒昧的问题，想向姑娘讨教。但说无妨。你接近雪晨，究竟是何目的啊？自然是因为我喜欢他。哦，你不在意高修士了？谢雪晨又不喜欢他？看来姑娘很有信心让雪晨喜欢你。如果为难的话，他也可以不用喜欢我。他愿意守着苍生，我守着他便好了。我还有点事情要做，我先走了。这便是不求同等回报的付出吗？你死了？好像还没有。你没死，那是谢雪晨死了，还是穆玄灵死了？好像他俩也还没死。哼，那你出去一趟干嘛了？什么事儿都没干，去晒太阳了？没死也好，先把你的投影照回来。嗯。找不回来。照不回来是什么意思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只感觉他现在在一个很空旷、很安静的地方，一直在重复一句话。什么话？我说错了什么？你说错什么了？不是我，是他。他说我说错了什么？他又说错什么了？不知道。这谁练的破丹？这次好像不是丹的问题，是真不知道。2天死了2个投影，不光什么事都没办成，还什么都不知道。尊上要是知道了，死的就是我们了。那你还废什么话？你的投影呢？我到底说错了什么呀？快了。
我说错了什么呢？我赠你万人，是想将天下安危托付于你，而你却用他杀害同盟铸下大错。你不配再执此剑。可是我真的什么都不记得。不记得不代表没有发生。我曾无数次告诫过你不能有情，你以为是我在逼你，总有不服。而如今之事就摆在眼前，你若真能断情绝爱，摒除一切贪嗔痴念，又怎会被暗族有机可乘，上得你身？现如今，你的手上、剑上染了同盟的血，你的道心还如何能坚不可摧？力量越强，一旦误入歧途，则为祸越甚。如今此事秘而不宣，你就在此死给我降服自心，好自为之。希望我不会因为今日的决定而后悔。不顾道心，永不下山。谢雪晨，你醒了？这里是哪儿啊？我为什么会在这儿啊？你被暗族附身，来到了云秀山庄。附身？我只记得我在回镜花宫的路上遇袭了，然后就在这儿了。我有做些什么吗？没什么，已经解决了。哦，这些暗族真是可恨，只会趁人不备偷袭。下次我见到一个我就杀一个。原来被暗族附身是这样的感觉，自己做了什么都不记得了，都得从别人的口中得知。我没有做什么出差错的事情吧？没什么。对了，我师妹崔婉婉她……你放心吧，南庄主已经派人去找了。多谢。你好好休息。谢雪晨，是我师父派我过来找你的，我也不好推辞。那你现在没事儿，我也好回去交差了。我知道，多谢。好酸啊！大好的夜色，干嘛这么伤感？我刚拿了些果子，你尝尝吧。不去疗伤，来这里做什么？你这是在关心我？想太多了，我只是不想欠人情罢了。尊上，修仙阁使者求见。修仙阁主就如此心急，定要在本尊闭关之时派你前来。
尊上实力卓然，就连受伤闭关也能画出幻影分身来见。莫非本尊的这位盟友也想借机查探一下本尊的虚实？尊上言重了。阁主派我前来，只是想询问之前委托您办的事进展如何。谢雪尘被困荣渊7日，道心仍未涣散，无人能在荣渊活过3日。谢雪尘身上有混沌珠的线索，他还不能死。你们人族就是如此没有耐心。尊上可别忘了，若是得不到混沌珠，我们修仙阁是不会冒险帮你打开万仙阵结界的。只要结界存在，暗族就永远无法跨过2界山，踏足人界。回去告诉主上，本尊既然已经答应了此事，便自有安排，以后莫要过问。现在能够交出你的诚意了吗？幻影丹乃稀世珍宝，世间少有，可助高阶暗族修炼出投影分身。其本体虽出不了万仙阵，但可令投影穿过结界，到达人界。人族，师父曾说过，人族虚伪，仙盟更是卑鄙。您当年就是因为相信了仙盟中人，才落入他们的圈套，痛失右臂。您恨人族，恨仙盟，反攻人界是您的夙愿。我本以为您是担心我性子跳脱，才不让我参与您的计划，但现在瞧着，您是宁愿与您最痛恨的人族合作，也不让我这个当徒儿的帮忙。看来在师父心中，我是连人都不如了。哼，你可知他是何人？仙盟中人。凭何判断？凭我知道师父想要什么。人界有一物，必须和他们合作才能夺得，那就是上古神器混沌珠。相传远古之初，世间混沌，后天地二分，方成就3界。然混沌之气并未消亡，而是化为2件神器：天命书和混沌珠，相依相克，共同维护天道。万年前，混沌珠因补天之故坠入凡尘，数千年后被人族寻得。人族建立仙盟，利用混沌珠之力，布下万仙阵结界，将暗族阻隔在这暗域之内，半步不得出。混沌珠乃神器至宝，蕴含混沌之力，仙盟5派看得可紧。如今，它被存放于雍雪城珠塔。要开珠塔，必须有5派掌门谕令。您囚禁谢雪尘，不就是为了逼问仙盟谕令所在，开塔取珠吗？很好，可你只说对了一半。想要混沌珠的另有其人，既然双方都有想要的东西，那自然是要加以利用的。你去见谢雪尘，又是想要得到什么？我去见谢雪尘，当然是为了问出仙盟谕令所在，替师父分忧啊。如此说来，师父当日为了围捕谢雪尘，受了重伤，可有好转？怎么突然关心起师父了？养育之恩，无日或忘。我可一直想着该如何报答您呢。
没做什么多余的事吧？嗯？当然没有啦。尊上，吸血神上来了。不劳师傅，您安心闭关疗伤，我去对付他。去吧。许仙，桑奇何在？你我真是有缘，这么快又见面了。是你。暗域圣女穆玄灵，还请少宗主多多指教。少宗主你，是在找我吗？少宗主如此心急，难道是对荣渊一吻念念不忘？你还真是一点儿都不懂得怜香惜玉呢。血之剑刺破黑夜，不负天命的书写。越做的热烈，不看音乐，不畏风碎，复写天下的真理，为这胜负不一切。这一场轮回上，冷静着，一丝怕改变。你不该来这里，再不走，你的灵力就没了。这一招倒是与我心有灵犀，那就请谢少宗主挟持我一起走吧。世人常说一日夫妻百日恩，我亲了少宗主一下，怎么着也有10天半个月的恩情，少宗主竟全然不留情面。在荣渊，你给我吃了什么？
何必视我如敌寇呢？为了救你，我可是连清白都搭上了。当时有暗狱的刑官在，我没法同你说清。我为你吃下的药叫半日芳华，服下以后便可很快恢复全盛功力，只是需要付出一点点小小的代价。什么代价？药效只能持续半个时辰，现在恐怕已经到极限了。而且，从现在开始，接下来的10日，你都会是个灵力全无的废人了。谢雪晨，谢雪晨，我现在终于可以亲手杀你了。战影，退下。我真的很想杀了谢雪晨啊！哎呀！可是我被挟持了，他会杀了我的。所以呢？谢少宗主可不能始乱终弃呀！你是怎么？你不在，战影没了战斗欲，自然就好对付了。不过，你不好奇我是怎么从王贤这里出来的吗？在荣渊之时，我便知你不是暗族。暗族没有心跳，但是你有。你和桑琪都是灵族。不愧是天生识窍之人，果然是感知力惊人。但你是暗域圣女，同样作何多端？哎，喂，谢雪晨，谢雪晨，哎，你要晕也不能晕在这里啊！万一坏人追来怎么办？谢雪晨，坏人？谢雪晨，你还有脸说别人是坏人？谢雪晨。谢少宗主刚刚昏迷的时候，可喊了我的名字啊！果然是对我念念不忘呢。我们已经离开了两界山，一路上我隐匿了气息，没有人追来。此地只有你我2人，你就是喊破喉咙，也不会有人来的。你为何救我？你到底有何企图？自然是图你的人啊！荣渊一面，我对谢少宗主一见钟情，所以献上绝世灵丹助你脱困。我原本想着半个时辰也足够你逃出暗域了，谁知你行事如此嚣张，竟直接杀到诸神宫。没办法，我只好陪你演一出被挟持的戏码了。哎呀，为了你，我可算是欺师灭祖了。暗域我是回不去了，以后你去哪儿，我便去哪儿。你身为暗域圣女，怎可能背叛桑琪？我们从来平心而动，不讲道义，谈何背叛啊？你不信啊？那不如我告诉你桑琪的计划。他与人族有交易，想要得到混沌珠。你是仙盟盟主之子，又是雍雪城少城主，他将你关在荣渊折磨，
就是要等到你求死不能之时，自然将一切都告诉他。我说他与人族有交易，你怎么一点也不惊讶？你知不知道，仙盟之中有奸细。原来你都明白。也是，虽然万仙阵出现裂隙要修补，人所共知，不算秘密，但补阵人会在何日何时入阵，只有仙盟中人知道。桑奇设下埋伏的时机又是那样刚好，你这么聪明，自然一想便能猜到。其实那天，如果你放弃修补结界，本可以全身而退。结界破了就破了，暗族要去人界，就让他们去就好了。池特用命去护。剑修知道，你们暗域之人自然不会动。桑奇与何人在交易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真不知道，没必要骗你。5枚仙盟玉令分别由5派掌门守护，光得到雍雪城这1枚，并没有什么用，所以我猜桑奇一定还另有计划。你看，我对喜欢的人向来毫无保留，该说的不该说的，我可都告诉你了。这妖女说话真真假假，绝不可轻信。我身上的伤，当然是我替你上了药，换了衣服。谢少宗主果然伟岸不凡，天赋异禀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如今你无灵力，我有魔功，明知不敌还要出手，难道是欲擒故纵？放开我！放？往哪里放？这里吗？大娘，木姑娘，哎，我是方才听到你们房里传出了说话声，想着是你相公醒了，我正好熬了粥，就给你们送过来了。多谢大娘了，正好我们都饿了。我跟我相公这次真是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哎呀，不麻烦不麻烦，我这荒僻，你们在这养伤啊，不怕仇人追过来。我听我儿子说，你相公伤得不轻啊，那还是在这养好些再走。正好呢，我儿子会点医术，还可以帮他换换药。多谢。哎呀，不谢不谢，你有什么需要就喊我啊。好嘞。哎呀，运气真好！哎，别看了，看什么看？走了走了走了。好啦，我承认我说谎了。我跟他们说我们是私奔的小夫妻，我是有钱人家的小姐，你是落魄的江湖剑客，家里人不同意我们的婚事，还要派人追杀你，他们便收留我们了。相公，咱们看着像一对吗？之前帮我疗伤的是那位夫人的儿子。是，我承认我没有看过你伟岸的身躯，也没有帮你上药疗伤，这衣服也是托人家侯大哥帮你换的。暗族生性歹毒，灵族最会骗人。但有一句话却是真的。哪一句？喜欢你的那一句。你如今肉身受创，法相受损，与寻常凡人无异。多吃五谷有助于恢复元气。你早些恢复，不也好早些摆脱我吗？你就不怕我在粥里下毒？
你若真想害我，又何必救我？我是没有下毒，但下了药。放心，是补药。你好好睡一觉，对你的身体有好处。让你出来，让你不敢活啊！我打死你！你愿意跟我走吗？我是灵奴，也要听总管的吩咐。你才不是灵奴。你到底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？我只希望你开心。难道你是我13多年的亲爹？爹，不许叫我爹。你不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，那我叫你什么吗？反正不许叫我爹。那叫你大哥哥好吗？大哥哥。别怕，闭上眼睛，等你睁开眼睛之后，一切都会好的。快，听大哥哥的话，快去把锁链环打开，丧气要来。大哥哥，是你吗？可是，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这天下之人，若生出贪嗔痴念，便会滋生出心魔。心魔之气汇聚于这虚空海，便凝成暗族，无血无肉，没有弱点。即便被打得烟消云散，最终还是会回到这虚空海重生。人族想要杀尽暗族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痴心妄想也是一种执念，也能生出心魔。我最喜欢了。战阳啊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我觉着吧，按照我的判断，这圣女啊，肯定是跟谢雪晨私奔了。对，可笑，私奔？这圣女是什么作风？你难道不清楚吗？绵里针，笑藏刀，表面上哄得你乐呵呵的，反手就是一刀。她何曾有过一丝真心？只怕这回她心里又在谋划什么吧。行了，尊上让我们布心魔大阵，开始吧。有心魔的地方，便都是我们的眼线。不起阵还不知道，这天下的心魔是越发多了。人呢，总是贪心不足，欲壑难填。这心魔大阵会替我们找到他们的。你又弄疼我了。你怎么又在这里？我们是夫妻啊，夫妻不就睡在一张床上吗？我们之间可能是任何关系，但绝不可能是夫妻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睡在这儿，我去别的地方。谢少宗主，你讲讲道理啊！放手！你如今打得过我吗你？若我真要对你做点什么，你挡得住吗？乖，躺下睡觉。
我知道，不可能。你们渐修的道是宁折不弯的直，一往无前的勇。你生来不凡，小时从未受过这般折辱。若委屈顺从，恐道心不稳；若抵死相拼，又恐清白不保。末了还要落得我一句欲擒故纵，更觉羞辱，对吧？你放心，我绝不上手碰你。如果我是你，就不会选择现在回永雪城啊。能知道你入阵部署的，必然是仙盟中地位颇高之人。如今你法力尽失，回去若遇上那人，恐怕是了无胜算，对方也一定会将你置于死地的。谢雪晨，谢雪晨，你到底有什么打算？我有何打算？有必要向你交代吗？倒是你，无论你有何企图，我劝你别再跟着我。我知道你没想与我一道，但你能阻止我与你一道吗？我说过，你去哪儿，我就去哪儿。我从未答应过。谢少宗主怕是忘了，我是暗域圣女，大坏人呢。我可不需要你答应。我知道你虽不惧死，但你心怀天下，要护人族。只要我愿意，全天下都是我的人质。当时在暗域，我就该杀了你。但你错过机会啦，你现在只能在我手里。穆姑娘，侯大哥，穆姑娘，侯兄，此番多谢相救，此恩在下来日必报。嗨，不必客气。穆姑娘，咱们这地儿多产的是矮脚小马，只有1匹骏马可以日行100里。我给你买回来了，不过我跟那商人说了，要是还有好马，便来通知我。你们要是不急，便等等，多待几日等等。相公，你说呢？即使私奔，恐来人追杀，只怕会连累侯兄和大娘。此事久留不得。虽然只有1匹马，但是也够用了。此事，侯兄费心了。啊，客气了，就是举手之劳。不过今日我在集上打听了一下，没听说附近有江湖人来的消息。我们这青山集平日里外人不多，要是有江湖人来，肯定有人知道。穆姑娘，你家里人应该不知道你在这里。你们大可放心，不必着急赶路，多待几日也无妨的。我相公说要走，我自然是夫唱妇随。侯大哥，我们身上没有金银，这簪子就聊表谢意，麻烦你们了。这怎么使的？就当替大娘收下，代我谢谢她。穆姑娘，找到你了，玉影。你们设了心魔大阵，你这位侯大哥啊，对你生出了贪恋，明知不可得，却又不甘心放下，如此便产生了心魔。
既然有了心魔，便可操控。这么说，是怪我太迷人了？不过，你是怎么出来的？是化影丹，这不是他的本体，而是投影。当日万仙阵一战，光顾着打架，都没有仔细瞧瞧谢少宗主的模样。今日一看，战影说对了，是有几分姿色。打架挺累的，乖乖跟我回暗域吧。他是我的，哼，是吗？糟了，这是玉隐的贪欲牢笼。玉隐虽没有战影善战，但却极其难缠。这贪欲牢笼可以让人沉溺于自己的欲望，在极乐中死亡。谢雪晨，你小心！谢雪晨，我心口好疼，你帮我看看。这天下第一剑修果然是名不虚传呀！怎么，我模仿圣女模仿的不像吗？难道是不喜欢？暗族没有心跳，方才中箭的的确是穆玄灵，但倒下那一刻，便已换作了你。哎呀，是我大意了，忘了谢少宗主感知力过人，光靠着移形换影还是骗不了你。早知道便该挖颗人心来用用的，真是失策呀！人最难战胜的就是自己的欲望，你就算再强也逃不出去。谢少宗主，你就在死前好好享受这世间极乐吧。喵喵，你在哪儿？喵喵。谢雪晨呢？堂堂暗域圣女，竟然为了一个男人挡箭，你如此护着他，难不成被战影猜对了？你当真看上谢雪晨，打算叛离暗域？你觉得呢？我便是觉得这不像你，所以才站在这儿与你说话。否则，我早将你二人的头颅收割，拿去向尊上复命。向师傅复命？你不妨用你那没怎么用过的脑子想想，若不是师傅放水，我怎么能轻易的带谢雪晨离开暗域？什么意思？你以为谢雪晨是怎么离开荣渊的？自然是有人相助啊。荣渊设有18重禁制，你哪有这个本事能够解开呀？我自是没有，是谢雪晨自己解开的。我呢，只是给了他一颗可以恢复功力的丹药。你再想想，如此珍贵的丹药，我是如何能有？是尊上给你的？是师父授意我放走他的。这样一来，我便对他有了救命之恩，便可借此跟在他身边，伺机夺取仙盟玉令。